整个就是超美的浅绿色，是不是很像加勒比海？大富翁的起源地，它是普里亚大区最具代表性的陶瓷巴明修道士的木乃伊，根本安娜贝尔吓死。大家好，我是淘淘，欢迎来意大利找淘淘。前情提要，今天是布里亚之旅的第3集，前2集巴黎跟波利尼亚诺还没有看过的朋友，记得点上方小卡片，淘淘会每周更新，带你们玩遍布里亚大区。所以呢，记得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这样你们才能看到最新的旅游情报。今天行程很简单，早上去海边，下午去 Monopoli 的城市逛。今天呢，我们就要带大家去一个我布里亚朋友说是最美的一个沙滩，它叫做 Porto Verde。Verde 的意思其实就是绿色，你看它的海水整个就是超美的浅绿色，是不是很像加勒比海？这一个美到爆的海湾呢，它其实隐藏在这个2个岩壁之间。我朋友都说，其实小的时候几乎只有当地人才知道这个海滩。现在呢，其实你只要输入谷歌地图 Porto Verde， 你就可以找到它。这个地方呢，只能够用自驾的方式抵达，它旁边是有付费停车场的。我们为了能够享用一些淋浴设施跟躺椅啊，我们还是选择了盖在这个海滩正上方的这个私人俱乐部。这个 Lido 呢叫做 Terra Nera。Lido 在意大利文里面呢，其实指的就是海边的私人俱乐部。那这样子的地方呢，它其实就是那种各种提供娱乐和设施的海边的那种度假胜地，比如说有躺椅啊、遮阳伞啊、餐厅、淋浴间啊、水上娱乐活动等。Una crudo di mare, ce l'abbiamo. Crudo, mamma mia, come buono. Stupenda. Stupenda. Poi questo è tartare di tonno? Tartare di tonno alla norma. Ah, figo, quindi con la melanzane. Sì. Figo, figo. Doveva mangiare più dopo che questo. Quindi mangiamo prima questo. 超级新鲜的。Ma mangia Kiki, altrimenti diventa Buona. Assaggiate tanto. Buona. Sì, volete? 好啦，那我们现在吃饱喝足之后呢，我们还会在海滩再待几个小时。那之后我们就要去我们的下一站，就是 Monopoli 的市中心。那其实从 Porto Verde，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海滩开车到市中心，真的只要7分钟，超级近。所以呢，这个时间上安排1天真的是绰绰有余。据说呢，我们今天要去大富翁的起源地，相信大家小时候都玩过大富翁吧？当年呢，在1936年的时候，在意大利出版。那这款游戏呢，当时呢，因为在法西斯政权下，所以呢被禁止使用英文的原名，所以在意大利呢就被改成 Monopoly， 就刚好呢与布里亚大区的 Monopoli 莫诺波利这个城市同名，因此呢才被很多人误认为是游戏的发源地。其实不是，只是真的恰好同名而已。那事实上呢，大富翁在2019年的时候，还真的因为为了这个同名的巧合，特别发行了莫诺波利这个城市版的大富翁。那在里面呢，完全复制了城市的真实的街道跟场景啊。有兴趣的朋友呢，你们可以去看一下。现在目前看到这个广场呢，它是普里亚大区最大的一个广场之一啊。从1796年开始就成为了一个整个城市的社交生活的一个地方。莫诺波利呢 ，Monopoli 它位于呢东南部，距离巴黎不到50公里。那这个城市呢，它起源非常古老，第一个定居点呢，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5世纪的青铜时代。那后来它历经了很多的不同的时代啊，它一直都扮演着很重要的港口角色。那现在呢，成为以滨海度假为圣地的一个旅游的目的地。那由于呢是一个观光为主的城市，而且又是一个临海的度假城市，所以很多的商店在夏季过后就会关门。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要来这里旅游的话，最好选择在春季或是在夏季的时候来。Allora, cosa c'è qua? Questa è la piazzetta del centro storico
Piazza Garibaldi， 它这个小广场虽然很小，但是上面却有满满的小吃店跟餐厅，还有很多特色小店可以逛，也因此呢被称为商人广场。它位于城市的市中心。除此之外呢，这个广场也是很多观光客跟居民会来吃 aperitivo 的地方。那什么是 aperitivo？ 意思就是开胃酒时间。原本呢只是单纯的只在餐前饮用有助开胃的酒，那现在呢则成为了一种泛指就在晚餐前呢与朋友下班小酌的一个时间，通常指的是下午的5点到8点这个时段。在意大利 aperitivo 已经成为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一杯大概10几欧的开胃酒通常会伴随着免费的下酒菜，或是你自己可以再点几个 tagliere， 一边聊天一边吃，然后等待着晚餐时间的到来。尤其是在南意他们的晚餐时间比较晚才开饭，大概从8点一直到8点半，或是到9点，甚至有时候会到9点半才会开始享用晚餐。好，这条街真的超级可爱，大概是整个莫诺波利城里面我最喜欢的一条。虽然很窄很小，但里面有超级多可爱的小店跟伴手礼店。要买伴手礼物回去的朋友呢，一定要来这一条。有看过我前几集的朋友就会知道说，来普利亚大区一定要买橄榄油。那除了橄榄油之外呢，很推荐大家来莫诺波利买陶瓷。那这里有很多手工陶瓷店，很像我们台湾的莺歌，很多店里面还有职人在里面会画手工的陶瓷给你看。那普利亚大区呢，它是意大利手工陶瓷生产最活跃的地区。那手工陶瓷的起源非常的古老，大概在公元前4世纪呢就开始制造了。普利亚的陶瓷叫做 Capazzone Capazzoni。那这些陶瓷的容器呢，跟广口瓶很类似。它呢，在普利亚呢各地区呢广泛的被使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都是用来装酒啊、油啊、醋啊，或是水果啊。它们的大小呢，就从几升啊到好几公升都有。除此之外呢，你还会一直看到一个长得很像松果造型的瓷器品，它叫做铺某，它是普利亚大区最具代表性的陶瓷。铺某呢，它这个名字呢源自于拉丁语的 pomum， 意思就是水果，那指的是对古罗马水果啊，也是对女神多莫纳的崇拜。那除了这个是一个非常优雅的家具啊、装饰品之外，它还有繁荣跟生育的象征。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各种场合的绝佳礼物。它有不同的形状，那大概都长得很像松果。那颜色呢，你就可以挑一个你喜欢的，从柔和的色调一直到那种很亮的颜色都有。如果你都看到了这边，代表你应该是喜欢淘淘的影片，那就拜托大家给淘淘一个赞跟订阅吧，你们的鼓励就是我持续下去的动力哦。接下来还有更多的普利亚其他城市的旅游攻略等着你们哦，所以记得订阅的同时要开启小铃铛哦。莫诺波利的旧港，而且是真正的海景之窗，然后它旧港上有很多蓝色的渔船，还有一个面向大海建造的一个建筑，这使得这个港口变得非常的独一无二，非常的特别。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建筑呢是马蒂内利宫，它是一座18世纪的一个建筑。你有没有发现它整个风格其实很像一个威尼斯的风格？这个小港口呢，甚至还曾经上过纽约时报。那刚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港口的通道下面呢，它的拱门上其实有一个圣母玛利亚的画作。它是1117年的时候呢，有个带有圣母玛利亚的图标的一个木筏在这里上岸，那也因此从那个时候开始成为了整个城市的保护者。好，那讲到圣母玛利亚呢，就一定要提到莫诺波利大教堂，因为这个教堂的故事真的实在太神奇了。这个教堂呢，大概是在1742年跟1772年之间完成哦。那采用巴洛克式风格。根据传说呢，由于屋顶的横梁缺失，所以造成这整个教堂的工程一直长期受到阻碍。但最终呢，是由神的旨意之下完成的。传说在有一天晚上，圣母玛利亚呢就出现在一个神职人员的梦里面，说上天的光束已经达到港口了。结果他真的隔天在港口发现了一艘带有圣母玛利亚的画像的一个船只。那最后呢，他们就用船身的一部分呢完成这个屋顶。至今过去了900多年呢，人依然完好无缺，是不是真的很神奇？好，那距离大教堂的颈部之遥呢，有一个炼狱教堂。没错，你没有听错，炼狱教堂，因为它整个教堂的主题就是死亡。从门口到内部呢，所有的装饰全部都是骷髅头，然后里面呢还保存着8名修道士的木乃伊，以及呢一副令人毛骨悚然的小女孩木乃伊，超级恐怖，根本安娜贝尔吓死，真的是会吓死。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谷歌一下她的名字，我名字放在这边，那你可以看到无码照片。然后呢，根据传说呢，有一些人会看到木乃伊在教堂外面徘徊，所以过去呢，莫诺波利的居民呢，他们其实都会避免经过这个教堂，因为实在是太恐怖了。
莫诺波利的古城区呢，也是一个景点之一。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整个城市只有一种颜色，那就是白色。那大家对于白色建筑呢，会有印象的大概就是希腊的圣托里尼。那近几年呢，白色建筑在台湾也开始流行，但是普利亚大区呢，其实早在好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流行了。那其实一开始呢，是为了防御。那事实上呢，镇上的居民呢，决定把房屋漆成这个颜色呢，是以便阳光好反射在房屋的白色墙壁上。那这样在海上的敌人呢，就会因为阳光的反射导致失明或是失去攻打的准确度。那后来到了17世纪的时候呢，因为有鼠疫的侵害那房子的白色的石灰岩呢，就刚刚好起到了消毒的作用，那也使得呢镇上的居民呢免于鼠疫。那如今呢，这样的白色呢，则作为抵抗每一年的酷暑，起到了降温的作用。后来呢，也因为观光客的喜欢，所以就再也没有去改变。那其实大家可以发现，普利亚大区非常多的城市都一直到现在保留这样子的白色建筑。发现一个超级可爱的小教堂，它是圣约翰小教堂，它是耶路撒冷骑士团的遗迹，在1350年的时候建造，后来呢又被当作成医院，然后在16世纪末的时候就整个被废弃，现在就变成一个超级可爱迷你的圣约翰小教堂，真的很可爱然后它里面几乎什么都没有，就是这样子一个厅而已，但是真的好可爱，整个进去很温馨的感觉。那走着走着呢，我们就到了观景台。那这个观景台呢，它是在 Lungomare Santa Maria 这条街上。那 Lungomare 呢，就是沿海的意思 ，Santa Maria 就是圣母玛利亚所以如果你要找这个观景台的话呢，谷歌地图显示在这边。那如同我先前介绍莫诺波利旧港的时候有讲过嘛，那这个城市的守护者呢，就是圣母玛利亚。所以圣母玛利亚对于这个城市而言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形象。那这里呢，是一个必来打卡拍照的景点，因为拍起来真的非常美。把海当成背景拍，那也可以呢面向着海，把整个莫诺波利城市呢当成背景，拍出一个整个白色建筑的感觉，非常的漂亮。好啦，这集的莫诺波利旅游攻略就到这边啦，下周会带大家去其他的布里亚城市玩，大家不要错过咯。如果你喜欢淘淘的影片的话，就拜托给淘淘一个赞跟订阅吧。要追完布里亚之旅的朋友们，千万记得一定要开启小铃铛哦。淘淘带你看更多的台艺大不同。Ciao, a presto!